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最近，国外的一个社交网站公布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引起了很多网民的热议。照片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机场的停机坪上分布了若干架大中型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的旁边摆着一架构型跟苏2.7差不多的一款有人驾驶的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和无人机排成一排，它预示着什么呢？因此这引起了大家的猜测和热议。这架跟苏2.7差不多的战斗机，它是干什么的？它是有人驾驶的还是无人驾驶的？是这次争论的焦点。我们知道，未来作战有可能是有人机和无人机协同。无人机呢，作为有人驾驶飞机的中程僚机，或者是有人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呢组成一个网络。前飞的无人驾驶侦察机，或者是电子对抗飞机，为有人驾驶的空中作战梯队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保障，或者是电磁掩护。当然，还有一些无人机是可以携带导弹、炸弹的。那么这些携带有武器的无人机，如果速度范围比较合适，它就有可能和有人机之间形成一个编队，构成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与无人驾驶的中程僚机之间的编队，那么就可以大大的拓展未来空战的范围，也提升了有人驾驶作战飞机它的作战效能。因为现在的很多隐身战机它的载弹量是有限的，因为它都要放在弹舱内，一般也就是6枚弹多一点的话呢是8枚弹，也就到头了。那么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它可以把这些弹药呢挂在翼下或者机腹下，因此载弹量可以提高。当然，其前提是要牺牲它的隐身能力。那么无人驾驶飞机它成本低，上面没有飞行员，即使损失了，问题也不大。那么未来的空中作战呢，有可能由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与无人驾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无人驾驶的隐身平台构成一个编队。那么无论是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还是打击敌方纵深的地面目标、海上目标，这样的一种搭配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怎么搭配，用什么样的平台搭配，这个呢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如果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是能够超过音速的2倍，而无人驾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也就在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速度差就过大了。那么它们能够在空中组成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编队吗？这个是需要试飞验证的。当然，还有一些无人机，它的飞行速度远远大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比如说高超音速的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能够达到音速的5倍以上。那么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你怎么匹配？这又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好的中程僚机应该说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能够和战斗机搭配在一起，那是最理想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你必须专门研制。那么就目前现有的无人机而言，要想获得这么一个平台有一定难度，你还要等若干时间。因为有一些隐身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现在也采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最大飞行速度虽然不能超音，但是巡航速度跟有人驾驶战斗机差不多，因此它们和战斗机协调配合可能更为理想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无人驾驶平台性能各异，哪一款和我们搭配更合适，或者是呢不进行搭配，在空中组成一个情报信息和火力攻击网络，能否
采用不同的平台，尤其是不同高度、不同速度的平台，进行协同作战。这个呢，也是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另外呢，也有一些网民猜测，这架外形看着像苏2.7的战斗机，可能不是有人驾驶的，已经被我们改成了无人驾驶的空中作战平台。那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用一个重型的战斗机改成无人机，它的成本合算不合算？当然，如果它是退役的产品，已经飞完寿命了，那么发挥它的余热，把它改成无人战斗机，应该说是合算的，就看你改装费用是多少。如果改装费用比较低，那么无论是重型战斗机，还是中型战斗机，甚至轻型战斗机，应该说都是可行的。何况我们过去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你像我军过去的一些靶机，都是拿退役的一些战斗机改装而成的，这包括第一代的歼5米格15，第二代的歼6、歼7这些超音速的战斗机，他们都成功地改装成了无人机，而且某些无人机型号甚至呢还能够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在他们的翼下挂上炸弹或者导弹，就可以对于敌方纵深目标发动相应的空对地打击。那么我们以前呢确实没有改装过重型战斗机，但是现在有了重型战斗机，而且呢有了退役的重型战斗机，那么把它改成无人驾驶的攻击机或者是无人驾驶的战斗攻击机，我认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可以接续以前我们改装的一些经验，包括系统，把它移植过来。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驾轻就熟的，而且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起码它的研制费要比重新开发要节省得多。那么这一架外形看像苏2.7的战斗机会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大家都可以发挥想象。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有。苏2.7我们刚引进的时候呢，它确实是一款非常先进的第3代战斗机，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缺点，那就是飞行寿命比较短。和美国同代的战斗机，比如说 F-16、F-15相比，它的寿命呢只有它们的1/3左右。那么短寿命的飞机，你即使是把它延寿了，也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延寿是不能无限制的延下去的。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它的结构强度、它的疲劳问题都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能把它退役。那么比较昂贵的一款重型的第3代战斗机退役了，应该说还是比较可惜的。能否发挥它的余热，把它改成无人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网友的猜测，我想都有道理。它既有可能是有人驾驶的，它也可能就干脆变成了无人机，加入到了我们国家研发的一系列中大型无人机的系列。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